一直努力着为端方做媒的大辫子带来了好消息，却不是时候。女方的母亲也是，别的倒不急，一定要先把端方拉过来相一下。沈翠珍有些为难，眼下的端方鼻青脸肿的，脸上的伤还淤在那儿，怎么见面呢？沈翠珍说，端方现在的模样绝对不是他真实的水平。大辫子不说话，想了想，说起码要看一眼相片吧。这可把沈翠珍难住了，端方哪里有相片？他这样的家境哪里拍得起？好在沈翠珍是一个活络的女人，有主意了，立即把端方的高中毕业合影翻了出来，用指甲在端方的下巴那儿划了一道很深的痕。大辫子接过毕业照，虽说一眼就找到了端方，毕竟是合影，小模小样的，脸上的七孔也不清晰，看不出什么来。大辫子接过端方的高中毕业照，笑了，说：翠珍呐，你真是有主意，做女人真是缺了你这块料了。但是女方就是死心眼儿，在先看人这个问题上不肯通融。大辫子把端方的毕业纪念照退回到翠珍的手上，重复了女方的意思。翠珍自言自语说，怎么会有这样不通物理的人家？心里头已经冷了一大半。大辫子看着翠珍的脸色，心里说，你沈翠珍光生了3个儿子，到底没有亲生的闺女，哪里能懂得丈母娘找女婿的谨慎？翠珍不放心地说，大辫子，你没有说端方挨打的事吧？大辫子说，那件事多晦气，提他做什么？没提，一个字都没提。翠珍想，大辫子到底是大辫子，说话办事就是牢靠，是个妥当的人。大辫子说，见还是不见？我要回话呢。翠珍没有说话，回房间去抓了10个鸡蛋，塞到了大辫子的手上，笑着说，大辫子，下次还要麻烦你。大辫子客气了一回，听出意思来了，这件事拉倒了，就撂在这儿了。翠珍这个人，她大辫子是知道的，别看她嫁过2次男人，回头草她还不吃，是一头母犟驴子呢。端方现在的模样的确不是他真实的水平，一身一脸的伤，难免要往合作医疗那边跑，跑多了换药反而是其次，倒成了喝汽水了，顺便再和兴隆聊聊。兴隆好歹当过兵，见过大世面，谈吐里头总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概括起来说，就是一门心思建议端方去当兵，总是待在王家庄，不是把自己待成一棵树，就是把自己待成一头猪。兴隆这般说。还有一句话也是兴隆一直挂在嘴上的，好歹弄一把冲锋枪玩玩，弄好了还能弄一把手枪玩玩。这句话端方爱听，主要是好玩。兴隆偏偏不说题干，就是要说弄一把手枪玩玩。一来二去，端方的心思慢慢的被他说动了。是啊，弄一把手枪玩玩，挺好的。没想到吴曼玲在这个下午走到合作医疗来了。吴曼玲和混世魔王一样，也是南京来的知青，可现在人家已经是王家庄的支部书记了。要是细说起来的话，端方和吴曼玲并不怎么熟，几乎没有单独的说过话。为什么呢？因为这2年端方一直在中堡镇，又不怎么回家，打交道的机会自然就少了。2年前呢？2年前端方的个头还没有蹿上来，看上去就是一个营养不良的少年，又瘦又小。吴支书哪里能注意到他？所以虽说都是王家庄的人，2个人其实很生分。吴曼玲是挺着他的手指头进来的，他的手指被什么东西划破了，正在流血。
吴曼玲的脸上一直在微笑，看起来这一点点小伤对她这个铁姑娘来说实在也算不上什么，家常便饭了。吴曼玲跨过门槛，引起端方注意的却不是她手上的血，而是吴曼玲的脚，准确地说是吴曼玲的脚丫。她赤着脚，脚背上沾了一层泥巴，一小半已经干了，裤管一直卷到膝盖的上方。端方注意到吴曼玲乌黑的脚趾全部张开了，那是打赤脚的庄稼人才会有的状况。吴曼玲的脚丫给了端方无比深刻的印象。端方站了起来，恭恭敬敬地说：“吴支书。”吴曼玲瞥了一眼端方，笑起来，说：“是端方吧？个端方货，学得哪块的？不喊吴大姐，还吴支书有支书的呢。”端方吓了一大跳，倒不是吴曼玲一口喊出了他的名字，而是他的口音，他说话的口气。吴曼玲一点南京腔都没有了，一嘴王家庄的话，十分地道，简直就是王家庄土生土长的一个村姑。吴曼玲看了一眼端方脸上的伤，说：“佩泉这个狗东西下手那么重，好长时间不说他了。”端方连忙说：“都过去了。”吴曼玲笑眯眯的轻声说：“不学好，有力气不下田干活，打架。什么时候给你们办个学习班，好好给你们紧一紧发条，收一收你们的贱骨头。”端方知道吴支书这是在批评了，但是口气是亲的，带有家长里短的热情，是软绵绵的一巴掌，心里头反而很受用。没想到吴曼玲这么平易近人，一说话就春风扑面，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就这么说着话，吴曼玲已经亲自给伤口消过毒，撒上消炎药，蒙上纱布，自己给自己包裹好了，一点也没有麻烦兴隆。一切都妥当了，端方以为吴曼玲会坐下来慢慢说两句闲话的，却没有。吴曼玲没那个闲工夫，风风火火的进来的，风风火火的又走了。端方望着吴曼玲的背影，突然想起来了，吴曼玲其实比自己也大不了几岁，可人家说话办事已经像一个长者了，可以说很威严，也可以说很慈祥，不仅不讨厌，反而更轻松，更活泼，更有趣。端方以前一直以为吴曼玲是一个傲慢的人，现在看起来一点也不。一口地道的乡下口音已经充分说明这个问题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倒把端方迷惑住了，吴曼玲好听的南京话哪里去了呢？还有她好看的模样又是到哪里去了呢？看见吴曼玲走远了，兴隆拿出汽水，自己一瓶，端方一瓶。兴隆喝了两口，脸上挂上了意味深长的微笑，突然说：“端方，你可要对人家好一点。”这句话有点没头没脑了，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端方问：“对谁好一点？”兴隆的嘴巴往外努了努，显然是指吴曼玲了。端方不明就里，问：“为什么？”兴隆说：“你还想不想当兵去？”端方说：“想啊。”兴隆说：“还是啊，人家不松口，你当什么兵？傻小子，你记住了，你的命就在他的嘴里，可以是他嘴里的一句话，也可以是他嘴里的一口痰。”为了更加直观地解释这一点，兴隆卡了一口，吐向了门外。兴隆的痰没能飞远，在门槛的那口掉下来了，趴在地上，像一滩鸡屎。吴曼玲是1974年的3·8妇女节当上王家庄的大队支部书记的。说起来也真是，王家庄在2月21号那一天出了一件事，原来的支部书记在2月21号被人堵在了床上。
吴曼玲3月8号就续上去了，一切都水到渠成。原先的支部书记叫王连芳，一个男将，面相蛮厚道的一个人。然而老话是怎么说的？男人的面相有2张，一张挂在脸上，一张躲在裤裆。一般来说，可以相信的并不在脸上，反而躲在裤裆。就说王连芳吧，王连芳的那张脸特别的老实，很本分，甚至还有那么一点憨，谁也想不到他是个憨脸雕。裤裆里的小二子可刁滑了。王连芳在女人的面前有一手，从不使蛮，不玩霸王硬上弓的那一套，相反可怜巴巴的。他要是喜欢上哪个新媳妇了，往往会特别的客气，方方面面都照顾。逮准了机会，笑眯眯地对人家说：“帮帮忙，帮帮忙哎！”所谓帮帮忙，说白了，其实就是叫妇女们脱裤子。帮帮忙是王连芳的一个口头禅，十分的文雅，十分的隐蔽，听上去像从事正经八百的工作。事实上，在某些特定的时候，妇女们就是工作，赤条条的，颤抖抖的，放在被窝里面，让王连芳去忙。王连芳究竟让多少妇女帮过忙，谁也不知道。有一口顺口溜在私下里是这样流传的：王连芳实在忙，到处都是丈母娘，丈母娘也姓王，名字就叫王家庄。可是王连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作死了。你的小二子再忙，你也不能叫军嫂给你忙啊，那不是往枪口、往炮口、往坦克上撞吗？他偏偏撞上了。结果呢，被军嫂的婆婆堵在了床上，王连芳的政治生命当即就粉身碎骨。王连芳下去了，吴曼玲呢上来了。说起吴曼玲来，乡亲们的话可就多了，她的事迹可以说上一箩筐、一把斗，说不完的。刚刚来到王家庄，吴曼玲就喊出了一句口号，也就是最著名的2要2不要。要做乡下人，不要做城里人；要做男人，不要做女人。吴曼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随便举一个例子，第1年的冬天，队长安排生产队的男将们去挑大粪，吴曼玲不同意，站起来了，他也要挑。队长难办了，其实队长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挑大粪可不是一般的活，累不说，关键是太脏。大粪哪里是什么好东西？别看它在茅坑里头不显山不漏水，你要真是动了它，粪舀子一搅和，它的厉害就出来了，能臭出去3里地，张牙舞爪，狗都不理。女人们哪里吃得消？吴曼玲偏偏不信这个邪，她坚持说，男同志能做到的，我们女同志也一定能够做到。这句话其实是毛主席说的，可是经吴曼玲这么一说，你感觉不到她在背诵毛主席语录，就像是她说的，脱口就出来了。这起码能说明2个问题。第一，毛主席这个人说话向来是靠船下薅的，要么不说，要说就说出广大妇女同志的心里话。第二，吴曼玲学习毛主席语录已经学到了骨子里，她并没有把毛主席的话当作山珍海味和大鱼大肉，就是家常便饭，所以落实在了平平常常的行动上。吴曼玲真的去了，就一个女将，夹在男人堆里，在臭气熏天的道路上健步如飞。当然，事情也是不凑巧，也许是用力过猛，也许吴曼玲自己也没有当回事，她的身上提前了，来了。吴曼玲浑然不觉，还在和男将们竞赛呢。
还是一个小男孩发现了吴曼玲的不对，他叫住了吴曼玲，说：“姐，你的脚破了，淌血呢。”吴曼玲放下粪桶，回过头去，看到了大地上血色的脚印。大伙儿都围过来了。吴曼玲脱下鞋，看了半天的脚，没有发现不妥当。队长这才注意到血是从吴曼玲的裤管里流下来的。队长是个已婚的男人，猜出了8、9分，却又不好挑明了，只能含含糊糊地关照吴曼玲，让她先回去。吴曼玲的小脸羞得通红，可是听听人家是怎么说的。吴曼玲说：“轻伤不下火线，走，把这一趟挑完了再说。”队长后来逢人就念叨吴曼玲的好，说小吴这丫头是个泼皮。小吴才不是泼皮，在王家庄，小吴其实是一个最和气、最好说话的人了，对每一个人都好，不论是老的还是小的，见人就笑，没话也有话说。即使在路上遇到了，他也要招呼一声：“啊，吃过了。”亲切热乎，完全是一家子的模样。小吴不只是热情，为了尽快地拉近和贫下中农的距离，他开始学习了，学习王家庄的土话。在别的知青因为语言不通还在用手比划的时候，吴曼玲早就融入进来了，他的舌头也悄悄地拉直了，是不再是是，而是四；吃不再是吃，而是次。他把统统说成了哈不啷当，把小男孩说成了洗麻整。他还学会了骂人，会说你这个倒头东西，偶尔还出粗口。他的粗口极可爱，不仅不讨厌不下流，相反是不见外是亲，完全是童言无忌的好玩。同样是一句粗话，别人说了会翻脸，弄不好还会动手，可小吴说了不会，不仅不会，人家还会笑，乐出一脸的鱼尾纹和牙花，就觉得这孩子生错了地方，他怎么能是南京人呢？不可能呢，他是我们王家庄的亲闺女哎。反过来，乡亲们在小吴的面前一样是口无遮拦，有时候都到了7荤8素的地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拿谁开玩笑就拿谁开玩笑。小吴又不是外人，再客套反而说明自己把人家看歪了。有时候还拿小吴的婚姻大事来逗乐子。人多的时候，气氛好的时候，上了岁数的女人们就会拿小吴来逗乐子。小吴啊，该嫁人了吧？该有对象了吧？别看王家庄没有别的好东西，好小伙还是有的，你挑，随你挑，挑剩下来的再给别人。大伙儿其实都是有数的，小吴怎么可能嫁在王家庄？怎么可能呢？王家庄这个小鸡盛不下的。但小吴在这样的时候显得特别的懂事，虚晃一枪，反而低调了。小吴说：“谁会要我呀？我们的队长不是说了吗？我是个泼皮，母老虎呢，谁肯要我呀？”这样说的多好，把问题踢回去了，又不伤乡亲们的脸面。要不乡亲们怎么就喜欢他的呢？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再看看混世魔王，同样是知青，同样是南京来的。有一次人家和他开玩笑，要把村子东边的王海英说给他。混世魔王一点表情都没有，好半天才用南京话慢悠悠地说了3个字：“歇歇吧。”气得人家海英子差一点上了吊。海英子从此添出了一个十分不光彩的绰号：“歇歇吧。”太伤人了，一家人到现在都不理他。小吴的婚事当然是不用愁的，他的条件摆在这儿，可话也不能这么说。放到过去，这句话是对的。可是小吴当上大队支部书记之后，情形还是有点变化了。
一，这几年知青们大都走了，返城的返城，当兵的当兵，进工厂的进工厂。王家庄的知青也就剩下2个人，吴曼玲还有混世魔王。他和谁谈去？早几年小吴倒是可以谈的，可人家一门心思扑在政治前景上，恋爱当然只能放下来了。这个是必须的，哪有一边谈着恋爱一边要求进步的呢？那不是脚踩2只船吗？这一来，在知青的这一头，小吴其实也就断了线了。2，农家的子弟肯定配不上，这是明摆着的，不用说了。3，城里人配城里人，可小吴在王家庄有这样的前景，现在返城亏了，那么多年的苦可不就白吃了？4，这一条最重要了，小吴毕竟做上了村支书，没有相应的条件，谁有资格娶她？一个支书嫁给一个普通党员，或者说一个党员嫁给一个普通老百姓，谁敢娶啊？吃了豹子胆了。下了台的王连芳有一次说起吴曼玲，讲了一句肺腑之言。王连芳说，就算是吴曼玲脱光了躺在那儿，王家庄也没几根能硬得起来。王连芳这个人就这样，下台了说话就怪，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说的倒也实在，话粗理不粗。吴曼玲当上支部书记之后，有关婚姻问题的玩笑就没有人再给他开了。倒不是小吴当了支书有了架子，不是，小吴这样的人是不会端架子的，相反是王家庄的人不忍心了。谁能想得到那么开朗那么热情的小吴会在这个问题上出那么大的洋相呢？那还是去年春节的事了。依照吴曼玲的计划，她原本该回一趟南京，然而智英要出嫁了。说起来，智英和吴曼玲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在一张床上睡过3个冬季，可以说是一对亲姊妹。平日里，吴曼玲都已经喊智英他妈四姨娘了。刚刚过了元旦，智英到吴曼玲的这边，问吴曼玲过春节的时候回不回南京。吴曼玲说，今年当然要回去了。智英的那一头就不说话了。吴曼玲以为智英要请她从南京捎什么东西，智英光摇头，还是不说话。吴曼玲说，是不是没钱？没钱我叫我妈寄过来就是了。智英说，不是的。智英说，她要出嫁了，男方已经把日子定下来了，就在大年初2。智英低着头说，她出嫁怎么也要请曼玲姐去做桌子。做桌子就是吃喜宴的意思。智英是个实在的人，说倒也不完全出于咱们2个的交情，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智英说，他妈说了，一个姑娘家结婚的喜宴上连一个村干部都没有，菜再多酒再好总是寒碜，总觉得理不直气不壮，过门之后被婆家人欺负也说不定。吴曼玲是村支书，有她在桌子上坐着，这个阵就压住了，当然是别样的风光。智英的妈不好意思对小吴说，还是叫智英来了。这一层意思一定要关照到，要不然小吴走了，这个婚就结得寡味了。吴曼玲一口就答应下来了。应当说，智英结婚的那一天场面非常的大，一边是新娘子，一边是村支书，可以想见了。最关键的是，因为吴曼玲的出席，所有的村干部都来齐了，像召开了一次村委扩大会，主席上全是村干部，可以说是一个超级豪华的阵容。人都到齐了，村干部按照职务的高低，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席位，坐好了。
吴曼玲在热烈的掌声之后发表了讲话。她说她原本是回南京的，但是智英的喜宴她不能不来。她说她原本是不喝酒的，但是智英的喜酒她不能不喝。吴支书端起酒杯，知委都端起了酒杯，向智英的爸爸妈妈、新郎官、新娘敬酒。这样的场景是一个兆头，一杯酒没下肚就已经是高潮了。敬过酒之后，吴曼玲特地把四姨娘扯到一边，拉到房间里去，从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掏出5块钱，算是给智英的份子。吴曼玲的身上原本只有1张5块的纸币，想了想，还是把大队会计叫过来，换成了5张1块的。这样一来就有了厚度，好看多了。智英的妈妈哪里肯要？吴支书为了喝智英的喜酒，连南京都没有回。他对智英的这份情谊可以说深重了，哪里还能再要他的份子？不能够啊！更何况又是这么大的数额。四姨娘的胳膊乱动，怎么说也不能要，就这么僵持住了。吴曼玲一方面念着智英妈这么多年来对她的好，一方面也真的想家，动了真情了，故意拉下脸来说：“四姨娘，在王家庄你就是我的妈了。”吴曼玲说：“拿着。”智英的妈怔了一下，眼眶子当即就红了，拿了。智英妈突然握住了吴曼玲的手，捂在掌心里，捂紧了，说：“闺女，这些年你受苦了，当妈的都看在眼里，心疼啊，闺女。”吴曼玲笑着转过脸去。智英妈说：“闺女，将来你就是嫁到天边去，我也要拖着我的老腿去吃你的喜酒。”这是一个母亲对女儿婚姻大事的牵肠挂肚才有的誓言。她的手是那样的紧，有了母亲的千叮咛万嘱咐，是苦口婆心的托付了。吴曼玲没有说话，她知道自己一说话就会哭出来的。她点了点头，想了想，又点了点头。哎，她说。这是吴曼玲作为支部书记第一次做桌子，热闹了。事实上，吴曼玲很快就成为这场喜宴的主角了。新娘子被撂在了一边，成了她的绿叶，所有的人都向她敬酒，一波又一波。又因为她是个女同志，现场人们就编出了女人特别能喝的顺口溜，诸如女人上马必有妖法，女人喝酒胜人一筹。王家庄的人喝酒就是这样，喝酒是次要的，主要是利用酒向别人表达敬意，所以就要不停地敬，打冲锋一样。既然是敬，那就不是一般的喝了，你就必须得接受，否则是不好的。而一个敬了，别人就不好不敬。换句话说，你接受了一个人的敬，你就不能拒绝别人的敬。吴曼玲不能喝，主要还是缺少酒席上的经验，对王家庄的喝酒经又不熟悉。喜宴还没到一半，吴曼玲就高了，满脸都是逼人的红光，两眼亮晶晶的，像做了贼，可一点都不心虚，而脸上挂着毫无内容的笑，想收都收不回去。现在智英来了，智英把新郎官一直拉到吴支书的面前，他们要共同敬支书一杯。吴曼玲捏着酒杯站起来了，依然在笑。她突然提高了嗓子，问了新郎官一个问题：能不能对我们智英好？新郎官是个憨实的小伙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面，满脸同样被酒烧得通红。被吴曼玲这么一问，愣住了，囧得厉害，不停地抿嘴。吴曼玲却不依不饶，追着问：能不能？
新郎官偷偷地瞥了一眼智英，这一瞥有意思了，目光又自豪又满足，又奉承又巴结，近乎愚蠢，近乎低能，是痴呆的那一类。就好像智英是一个下凡的仙女，被他逮着了，简直得了天大的便宜，幸福的不知道怎样才好。新郎官突然扬起了脖子，十分莽撞的一饮而尽，大声说：中不中，看行动。口气里头有了不着边际的披肝沥胆，是无限的忠诚，发自真心的豪迈。大伙儿爆发出一阵哄笑。吴曼玲没有笑，没有。小伙子偷看智英的那一瞥被吴曼玲看见了，全在吴曼玲的眼里。吴曼玲看出来了，小伙子喜欢智英，很爱，不要命的那种爱，把智英当成宝贝疙瘩了，肯为智英去死。智英长得实在不怎么好，也不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姑娘，比自己差得太多了。可小伙子怎么就那么宝贝她，那么在乎她，还要偷偷地看她？吴曼玲感动了，有了嫉妒的成分，有了自我缠绵的成分，相当的刺骨，一下子戳到了心口。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小伙子用这样的目光看过自己，从来没有。吴曼玲那颗高傲的心被什么东西挫败了，涌出了一股忧伤，汪了开来。周围的人哪里能知道吴支书琐碎的心思，仗着酒兴还在那里起哄。吴曼玲端着酒杯，目光却已经散了，酒已经上来了，吴曼玲还在那里缠绵，把自己绕进去了，越绕越紧，越绕越深，一屁股坐了下去，仿佛遭了重重的一击，一个人陷入了恍惚，孤寂而又颓唐，眼眶里凭空汪开了一层厚厚的泪，很厚，很危险。智英看在了眼里，知道吴曼玲醉了，放下酒杯，走到曼玲的身后。智英摁住了曼玲的肩膀，说：曼玲姐。酒席突然就寂静下来。智英说：曼玲姐。所有的人都放下了酒杯，一起望着吴曼玲。吴曼玲早已是旁若无人，眼泪夺眶而出。吴曼玲没有哭，一点声音都没有，就在那里流泪，泪珠子特别的大，掉得特别的快，断了线一样。吴曼玲什么都没有说，这个铁姑娘什么都没有说，但是当着这么多的人，其实什么都说了。她不是一个铁姑娘，她不是男的，她是女的，她是一个姑娘，她是个南京来的姑娘。好在王家庄的乡亲们都喜欢吴支书，知道她的心口有伤。其实呢，吴曼玲酒一醒，把什么都忘了。可是王家庄的人不能忘，他们还是和以往一样和她说笑。但是那个话题再也不提了，大伙儿都从那儿绕过去了，约好了似的。这一点吴曼玲反倒是不知情了。当上支部书记之后，吴曼玲把她的床铺搬到了大队部。大队部设立在第二生产队的打谷场后面，和打谷场只隔了一条河。其实是一个大会堂，最顶端有一个舞台。每年的冬天，尤其是春节的前后，舞台上都要上演文艺节目，3句半、对口词或表演唱。当然，主要还是为了配合宣传。中央的精神每年都要变，
其实这也不要紧，再怎么变，无非是有几个政治人物倒霉了。无所谓的，演出的时候把他们的姓名换掉，剩下来的都一样，一样的演，一样的唱。与东边的舞台相对，最西边的则是一间厢房，是大队里存放扩音设备的地方。吴曼玲的家现在就在西厢房了。村子里有高音喇叭，支部书记做指示、发通知、处理重大的问题，吴曼玲一般都在家里进行。作为王家庄新一代的领路人，吴曼玲更注重教育。毛主席说，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吴曼玲便把她的工作集中在了教育上。所以说，从当上支部书记之后，他就把农民组织起来了，不是看戏，而是办起了扫盲夜校。扫盲夜校的主要工作是识字，识字当然就要喊万岁。整整一个冬季，大队部里淮剧和洋剧的唱腔没有了，二胡和笛子的声音没有了，经常响起的却是万岁的呼声。从人万岁到政党万岁，从国家万岁到军队万岁，反而比早几年还热闹。大队部的前面有一块不小的空地，有几棵很高很老的槐树，一到夏天，地上就有大片大片的阴凉。这一来就成了左邻右舍聚集的地方。比方说吃中饭的时候，许多人都会捧着他们的饭碗来到老槐树的下面，蹲下来，一边吃一边说，像一个食堂。一般来说，端着饭碗站在阴凉里吃饭的不外乎这样几个人：广礼家的，金龙家的，八爪子家的，都是大队部的邻居，老主顾了。吴曼玲刚搬过来的那阵子，还是在西厢房里吃饭，吃着吃着觉得不妥当，这样做等于把自己和群众隔离开来了，属于自我孤立，便也端着饭碗来到阴凉下面。因为碗小，进进出出的盛饭不方便，吴曼玲干脆换了一只大海碗，加上咸菜，这一来方便多了。吴曼玲端着大海碗和乡亲们一起蹲在地上，几乎像一个叫花子。开始当然不习惯，许多动作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出来的，但是吴曼玲有一个长处，什么都能够学习，什么都能够克服。慢慢的也就习惯了，习惯了就特别的自然。吴曼玲蹲在地上吃得相当快，比一般的庄稼人吃得还要快。在吃饭这个问题上，吴曼玲已经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可以用多快好省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吴曼玲干活不惜体力，可以和最强壮的男将拼个高低，所以这几年的饭量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这就要求他吃得快。吴曼玲这一身过硬的功夫，还是她在农忙的季节练成的。农活那么忙，哪有时间在饭桌上磨蹭？但是吃饭就是这样，只要你快起来了，即使你什么事都没有，你也慢不下来。你的吃饭就是一次小小的战斗。吴曼玲一手捧着大海碗，一手拿着筷子，在大海碗里进行地道战、麻雀战、运动战、歼灭战，四处出击，四面开花，一边吃一边转。满满尖尖的大海碗3下5除2，一转眼就被吴曼玲消灭了。而吃完了过后，吴曼玲并不急于回到西厢房，而是撑着自己的大腿站起来，打2个饱嗝，再把右手握成空拳头，翘出小拇指，剔剔牙，一边剔一边和乡亲们聊聊天。因为吃得太饱，吴曼玲会把大海碗放在地上，把筷子架上去。这一来好了，2只手空了下来，那就撑在腰的后头吧，2条腿做出稍息的姿势，舒服了。
这是吴曼玲一天当中最清闲的时刻，也是最满足的时刻。大中午的，天特别的热。这一天的中午，大伙儿正在树荫的底下吃中饭。广里家的，金龙家的，八爪子家的，吴曼玲还有一些孩子，都蹲在地上闲聊，说一些有咸有淡的话，非常的悠闲了。吴曼玲已经吃好了，正在剔牙。这时候不远处走来一个过路的，身上背了一张很大的玻璃镜匾。陌生人来到树荫下面，松了一口气，十分小心地把玻璃镜匾斜靠在树干上。镜匾上画了一对喜鹊，还有一行红字：上梁致喜。金龙开始和陌生人搭讪了，打听清楚了，原来是李家庄的，亲戚家起房子送贺礼去的。广里和过路人说着闲话，吴曼玲走上去了。吴曼玲平日里从来不照镜子，吴曼玲不喜欢，可今天吴曼玲倒要看看自己是不是又黑了。镜子里有一个人，把整个镜匾都占满了。吴曼玲以为是金龙家的，就看了一下旁边，打算叫他让一让。可是吴曼玲的身边没有人，只有她自己。回过头来对着镜子一定神，没错，是自己。但是吴曼玲不相信，重新确认了一回。这一回确定了，是自己，千真万确了。吴曼玲再也没有料到自己居然变成了这种样子，又土又丑不说，还拉呱又邋遢。最要命的是她的站立姿势，分着腿，叉着腰，腆着肚子，简直就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女混混，讨债来了。是什么时候变成这种样子的？哪一天？吴曼玲的心口当即就凉了，拉下了脸来。这时候金龙家的靠了过来，这个缺心眼的女人对着镜匾的喜鹊说：小吴，你这个母喜鹊到现在还没有公喜鹊呢。天地良心，吴曼玲其实并没有听见她的话，可吴曼玲倏地转过身，掉头就走，一个人回大队部去了。吴曼玲的举动让金龙家的下不了台了。小吴这个人历来厚道，从来不对人这样的，显然是金龙家的冒失了，说话说走了嘴。金龙端着饭碗闷了半天，歪着脑袋责问自己的婆娘：你发的什么骚？金龙家的知道自己的嘴巴惹了祸，不敢吭声，但是当着这么多的人，脸面上下不来，小声说：吃屎了，一开口就喷粪。金龙一听到这话更来气，走上去一步说：你发什么骚？过路人看了他们一眼，背上镜匾走了。广里歪在树干上，怕他们夫妻俩真的伤了和气，只能出面打圆场。广里一边嚼一边说：金龙，也不怪你老婆，就一句玩笑话，算了。金龙就觉得自己对不起吴支书，正在火头上，对广里说：什么算了，关你屁事。广里怔了一下说：金龙，你老婆说的不错，我看你真的吃屎了，不知好歹吗你？金龙家的听见广里这样数落自己的男将，连忙接过广里的话，理直气壮了，冲着广里说：你才吃屎，是你在吃屎。广里家的蹲在一边一直没动静，听见金龙家的把屁放到了丈夫的脸上，终于开口了，慢声细语地对着金龙家的说：还说什么呀，自家的男将都说你骚，不冤枉，别人冤枉你，他不会冤枉你，还说什么呀？金龙只打算教训一下自己的老婆，眼见的别人都来奚落他了，哪里咽得下去？自己的老婆口齿笨，哪里有广里家的那样光鲜？急忙调转了枪口，对广里家的说：
广里家的，你说清楚，到底谁骚？”广里家的4两拨千斤了，说：“还说什么呀？你都说得清楚了，你也是的，家丑不可外扬，怎么能这样说自己的老婆？”这话气人了，金龙火冒3丈，大声喊道：“她是我婆娘，这话我说的，你说不得！”广里家的不和金龙比嗓子，轻飘飘地说：“你当然能说，你最了解情况嘛。”这句话把金龙噎住了，说不出话来。金龙撇下广里家的，对着广里挺出了手指头，警告说：“广里，你听见了？你婆娘说的可是人话。”广里反而笑了，说：“是你了解情况吗？你不了解，谁了解？”金龙这一回真的急了，瞪起了眼睛，说：“我打你个狗日东西！”广里往后退了一步，一脸的坏笑。金龙恼羞成怒，说：“我打你个狗日东西！”听到了动静，吴曼玲重新走出来了，头发已经梳理过了，然而心情很不好，但越是心情不好，越是像村支书。吴曼玲堵在金龙的面前，说：“你给我住手！”哪里还劝得住？金龙还要往上扑。吴曼玲严厉地说：“金龙，你给我住手！”金龙不动了，又说不出什么，气得直喘，只是眨巴眼皮子，眨巴了半天，说：“小吴，对不起你，你别往心里去。”吴曼玲糊涂了，说：“什么对不起我？谁对不起我了？”金龙用手指了指树底下的玻璃镜匾，想把话题扯回到喜鹊上去，给吴支书解释一下，却发现玻璃镜匾已经不在了，而过路的人早就走远了。金龙越发不知道说什么了，直跺脚，对着自己的老婆厉声呵斥道：“还不去洗碗！”广里是一个机灵的人，当即给自己的老婆使了一个眼色。广里家的拽了拽金龙家的，说：“走吧。”金龙家的甩开广里家的，却还是跟着广里家的走了。吴曼玲一脸的疑惑，对广里说：“怎么回事？”广里说：“没事了。”吴曼玲却犟了，其实是多心了，她认准了他们在说她的坏话，说她难看了。吴曼玲说：“广里，你不说实话是不是？”广里随口就扯了一个谎，说：“嗨，和你没关系，是说闹鬼的事情。”吴曼玲说：“哪里闹鬼？”广里说：“大队部闹鬼。”吴曼玲说：“大队部闹什么鬼？”广里想了想，笑笑，打哈哈了，说：“都是胡说，嗨，胡说。”